欢迎来到本期节目。说起新加坡，你会想到什么？是无边泳池下的天际线，还是米其林星级餐厅里的精致菜品，亦或是牛车水和小贩中心的地道美食呢？你以为新加坡正悄悄变贵？其实现在最舍得花钱的人根本不是本地居民，而是那些来新加坡旅游的海外游客。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游客的人均消费暴涨了惊人的 24.4%， 而今年的新加坡旅游收入已经反超2019年巅峰期，足足高出了 7.6%。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游客总人数还没完全回到疫情前数量，但花在我们这座城市上的钱却比以往更多了。这真是让人不禁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能让游客花得这么安心、开心又甘心？赶紧点赞这个视频，接下来几个章节，我们就一起揭晓答案。第一章，游客的消费习惯大变样，从买东西到买体验。过去新加坡作为东南亚购物天堂的名号，可谓是名副其实。游客来到了乌节路，手上提的购物袋一袋叠一袋，曾几何时买，就是游客来新加坡的主要目标。可是如今这种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大转变。从消费数据可以看出来，来新加坡的游客们已经从单纯追求物质消费，变成了更加注重花钱体验这件事。数据显示，游客在新加坡的餐饮消费增长了 16%， 景点娱乐消费上升了 5%， 而酒店住宿的消费也上升了 4.8%。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游客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追求正在一步步提升。而在此对比下，他们的购物开支竟然下降了 2.5%， 但这却完全没影响整体旅游收入的暴涨。很显然，如今的新加坡游客更愿意花钱买体验，而不是简单买东西，这也是全球旅游业的趋势，从购物式观光转向体验式深度游。而新加坡似乎已经找准了自己的新定位，成功卡在了全球体验旅游的最优解。简单来说，现在人们来新加坡不是为了带走一堆东西，而是为了把钱变成快乐，把时间填满美好的记忆。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秘这座城市旅游业背后的几大独特吸引力。第二章，小体量城市新加坡却总有大吸引力。新加坡凭什么能让游客消费不断增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座小城市以无数亮点抓住了游客的心，成为他们舍得花钱的第一选择。首先，新加坡的体验密度极高，堪称小体量的大玩法，仅734平方公里的面积，却能提供无与伦比的紧凑体验。从无边泳池到环球影城，再到夜间动物园，在新加坡的行程不仅丰富多彩，还高度高效，仅用3天时间就能体验到其他地方可能需要1周才能完成的行程。这种高质量浓缩型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其次，美食是新加坡的王牌，这里有50多家米其林餐厅，以及120种国际料理选择。从著名的海南鸡饭到顶级料理，游客能感受真正的烟火美食与高级餐饮完美结合。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每一位游客带来独特而地道的体验。此外，新加坡的丰富活动更是吸引力满满，无论是每年贡献超过 1.8亿新币收入的 F1 夜间大奖赛，还是大型演唱会和艺术节活动，新加坡总能带给游客新鲜感。这种不断呈现新玩法的节奏，让游客一次次回头，乐此不疲。第三章，游客花钱，本地跟着收益。游客愿意撒币，新加坡的本地生活也从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在服务业以及公共设施的改善上，游客消费带来的红利正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先来看服务业的巨大变化。数据显示，新加坡的餐饮业今年 GDP 增长了 4%到5%， 酒店的房价也保持在260到280新币的高位，这是过去10年都鲜有的现象。游客的消费越火热，本地就业岗位也随之越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经济信心。换句话说，每一位舍得花钱的游客，其实同时也把花出去的钱转化为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机会。除此之外，新加坡本地还有越来越多的娱乐和公共项目正在不断加码，比如即将在2027年开放的新科学馆、大规模扩建的圣淘沙景区和丽水湾项目，以及更多夜经济的试点项目。这些设施和资源本来是为了吸引游客设计，但最终却成为了本地居民能一起享受的隐形福利。毕竟游客为了这些硬件和活动买单，我们本地人省下了许多钱包里的开发成本。不过话说回来，贵始终是新加坡这座城市的标签，而新元在过去3年对东南亚区域货币升值了 4%到6%，加上泰国、越南等邻国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这确实让更多本地人感受到了旅游成本上升的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跟来自全球的游客一起体验精品旅游项目，共享这种红利，这份代价似乎也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回顾一下今天的讨论，新加坡旅游业之所以成功，早已经不仅仅依赖乌节路购物的天堂光环，
也不只是全球地标景点的打卡式策略，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向世界输出一种生活方式的品牌。这里的旅游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体验到最紧凑、高效、优质的美好生活。要知道，新加坡的旅游收入反超2019年，并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一座城市长久以来的努力结果。从美食到文化，从基础设施到体验，每一个让游客心甘情愿花钱的瞬间，都展示了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一种让人觉得来一趟就值回票价的体验。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新加坡独特的吸引力和文化价值。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